今天这部影片我会带你全面了解二极体是什么。在讲它之前，我们先看它的名字。二极指的就是两个端点，一个元件，两只脚。听起来平凡无奇，可是它会做一件很厉害的事。从一边推电进去，电就顺利通过；你把它反过来，从另一边推，电就完全过不去。它就像水管里的一个单向阀门，顺着水流的方向，阀门被推开，水就能流进去。这就是二极体，一个只让电往一个方向流的元件。可是这里就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它就是一个很单纯的元件，里面又没装马达，没有装开关，它到底凭什么认得出电是从哪个方向来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从电的最底层开始讲起。还记得我们说过电流是什么吗？电流其实就是电荷在流动，而带着电荷到处跑的，最主要就是电子。可是电子平常并不是自由自在的，它是被绑在原子里面，而在一颗原子里，最外圈的那些电子，我们叫它价电子。这些价电子被绑得紧或松，就直接决定了这个材料能不能导电。我们来看3种材料。第一种，它的价电子绑得很松，轻轻一推就有一大堆电子可以自由移动，这种材料电就通得非常顺，我们叫它导体。金属就是最典型的导体。第二种刚好相反，它的价电子被牢牢绑住，你怎么推电子都不动，电根本过不去。这种材料我们叫它绝缘体。橡胶、玻璃、塑胶，这些都是绝缘体。那有没有一种材料刚好卡在这两者中间呢？有的，它不像金属那么好导电，也不像橡胶那样完全不导电，就卡在不上不下的中间地带，我们叫它半导体。好，那半导体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呢？最具代表性的半导体就是矽。矽这种原子，它的最外圈刚好有4个价电子，在一块纯矽里面，每一个矽原子都会跟旁边的4个邻居各自共用一对电子，2个相邻的矽原子共用一对电子，就形成一个稳固的键结。我们把这种靠共用电子的键结叫做共价键。一个矽原子刚好可以连出4个共价键，把4个邻居牢牢连在一起，所有的矽原子就这样彼此相连，排成一大片整齐的晶体结构。这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每一个价电子都被绑在共价键里面，没有一个是自由的，所以纯的矽其实几乎不导电，它比较像是个绝缘体。那要怎么样才能让它里面出现能跑的电子呢？我们要给它一点能量，比如说加热或是照光，这个能量可以把某一条共价键硬是打断，被打断的地方就会蹦出一个电子，这个电子就自由了，可以到处移动，我们叫它自由电子。但是请注意，电子原本待的那个位置现在空出来了，留下一个空位，这个空位我们给它一个名字，叫做电动。你可以想象一整排坐满人的座位，突然有一个人站起来走掉，留下一个空位，旁边的人往这个空位挪过来，于是空位就往旁边移了一格，在旁边的人再挪，空位又移一格。你看，明明是人在移动，可是看起来却像是那个空位自己往反方向移动。电动就是这样，它其实是个空缺，却表现像一个带正电会移动的东西。而你发现了吗？每打断一个键，就会同时生出一个自由电子和一个电动，它们永远都是成对出现的。所以到这里，半导体里面能够导电的角色其实有2种，一种是带负电会自由移动的电子，另一种是带正电会移动的电动。这2种能够搬运电的角色，我们合起来给它一个总称，叫做载子。自由电子是载子，电动也是载子。好的，现在问题来了，纯的矽能移动的载子太少了，没什么用。那我们能不能想个办法让它多一点载子呢？可以，这个动作叫做掺杂。掺杂的意思就是在一个干净的矽里面故意加进一点点别的原子当做杂质。我们先来做第一种，我们加进一种最外圈有5个价电子的原子，比如说0，矽只需要4个电子就能连满4个共价键，可是0带了5个价电子，连完4个共价键之后还多出一个电子，没有共价键可以容纳它，这个多出来的电子就变成一个现成的自由电子，可以到处移动。如果我们掺进很多这样的原子，这块矽里面就会多出一大堆自由电子。因为自由电子带的是负电，负的英文是 negative， 所以我们把这种多出一堆电子的半导体叫做 N 型半导体。好，接下来做第2种，
这次我们反过来加一种最外圈只有3个价电子的原子，比如说硼，硒需要4个电子才能连满共价键，可是硼只有3个价电子，少了一个，有一个共价键配不成对，这个缺了电子的位置就空了出来，变成一个现成的电动。如果我们掺进很多这种原子，这块系里面就会多出一大堆电动，因为电动表现得像正电，正的英文是 positive， 所以这种多出一堆电动的半导体，我们叫它 P 型半导体。这里要特别提醒一件事，不管是 N 型还是 P 型，它们整体其实都还是电中性的，并没有真的带电。我们只是改变了它里面可以自由移动的载子，是以电子为主还是以电动为主？在 N 型里面，数量最多的载子是电子；在 P 型里面，数量最多的载子是电动。这个数量最多的载子，我们叫它多数载子。好，现在最关键的一步要来了。我们手上有一块多电子的 N 型，还有一块多电动的 P 型。如果我们把这2块紧密的接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事呢？这个接起来的交界就是整个元件的灵魂，我们把它叫做 PN 接面。我们把画面拉近，看这个交界处，在刚接上的那一瞬间 ，N 型这边挤满了电子。P 型那边挤满了电动，电子这么多，自然会往电子少的那边移动。于是交界附近的自由电子就往 P 型那边扩散过去。一过去，马上就有电动在等着它。一个电子刚好跳进一个电动，2个一填就一起抵消不见了。这个一个填一个，互相抵消的过程，我们叫它复合。你会发现在交界的这一小段区域，电动也被填掉了，能移动的载子全部消失光了，变成一段没有载子的区域。这段区域我们叫它空乏区。可是这里有一个很妙的地方，电子虽然离开了，但是它原本待的那个零原子是不会动的，它少了一个电子，就会变成带正电。同样的，被填掉电动的那个硼原子多一个电子，就会变成带负电。于是空乏区的2侧 ，N 型这边露出了一排带正电的原子。P 型那边露出了一排带负电的原子，一排正一排负面对面，这中间自己就长出了一个电场，一个没有人去接电池，它自己冒出来的电场，我们叫它内建电场。你可以把这个内建电场想象成单向阀门的挡板，它就像一道无形的门，挡在 N 型和 P 型的中间。好，现在我们从外面接上一颗电池，给这个二极体加上电压。从外面加电压的动作，我们叫它偏压。偏压有2种接法，我们先看第一种，把电池的正极接到 P 型这边，负极接到 N 型这边。这个时候电池的推力刚好跟里面那道内建电场的方向相反，它会去对抗。去抵抗这道无形的门，只要电池的电压够大，就能把这道门推开，空乏区变窄，两边的载子终于可以冲过交界，电流就顺利通过了。这种让电流通过的接法，我们叫它顺向偏压。不过这里有一个小门槛，你得先施加足够的电压，才能把那道内建的门推开。以硒来说，这个门槛大约是 0.7 伏特，电压没到 0.7 伏特之前，门就推不开。这个要跨过的关卡，我们叫它门槛电压。好，那如果反过来接呢？我们把电池的正极接到 N 型，负极接到 P 型，这个时候电池的推力会刚好与内建电场同一个方向，不但没有把门推开，反而还帮着它把空乏区拉得更宽，门关得更紧，载子完全过不去，电流几乎是0。这种把电流挡住的接法，我们叫它逆向偏压。你看到这里，最一开始的那个问题就解开了。二极体凭什么认得出方向？答案不是什么机关，而是交界处那道自己长出来的内建电场。顺着推，门就开；反着推，门就关上。那个我们一开始说的单向阀门，它真正的挡板就是那道内建电场。不过这里再埋一个伏笔，逆向偏压虽然把门关上，但如果你硬是把逆向电压加到非常大，大到超过某个极限，这道门还是会被击穿。这个现象我们叫它崩溃。记住这个词，等一下有一个很聪明的应用，就是专门在利用它。好的，原理讲完了。那二极体这个只让电流往一个方向流的特性，
到底能拿来做什么呢？我们来看几个生活中的例子。第一个也是它最经典的工作，整流。还记得我们上一支影片说过的交流电吗？插座里的电就是一条上上下下不断来回掉头的波浪，一下往前，一下往后。可是我们的手机、电脑需要的却是直流电，这中间就要靠二极体。因为二极体只放行一个方向，波浪往前的时候，它就让电流通过；波浪想往后的时候，它就把电挡掉。如果我们用4颗二极体排成一个桥，还能把波浪往下的那半段翻上来变成往上，让电变得全部都往同一个方向流。这种把交流电变成直流电的手法，我们就叫它整流。而那个排成桥的接法，我们叫它桥式整流。手机里的充电器里面，家里的电源供应器里面，都有这样一组整流的二极体，可以把插座里的交流电变成装置能用的直流电。第二个应用，你现在一定正在看着它，就是发光二极体。还记得我们说过的负荷吗？电子跳进电动，两个抵消不见。在某些特别的材料里面，电子跳进电动的那一瞬间，多出来的能量不会变成热，而是变成光放了出来。所以只要让电流通过这种二极体，它就会亮。这就是我们俗称的 LED。手机的荧幕、灯泡、红绿灯全部都是它，而且用不同的材料，还能发出不同颜色的光。其中蓝光的发光二极体因为特别难做，发明它的科学家还得到了诺贝尔奖。第三个应用，它把整件事反过来玩。我们刚刚都是先给电让载子动，那如果我们反过来呢？如果我们拿光去照射一个 PN 接面，光的能量一样可以打断共价键，生出成对的电子和电动，生出新的载子。这些新生的载子在内建电场的推动下，往固定的方向移动，就变成了电流。换句话说，这种二极体可以把照进来的光直接变成电，这就是光电二极体，也就是太阳能板的基本原理。你看，一个 PN 接面，给它电就能发光，给它光就能发电。最后一个应用就要回收我们刚刚埋的那个伏笔了。还记得崩溃吗？一般的二极体我们都很怕它崩溃，可是有一种二极体，它反而是特意设计来专门工作在崩溃这个状态的。它有一个很特别的性质，一旦进入崩溃，不管电流怎么变，它两端的电压都会维持在一个固定的数值，不太会变动。这个特性太好用了，我们可以拿它来当做一个稳定的电压标准，帮电路把电压稳住。这个专门利用崩溃来稳压的二极体，我们叫它吉纳二极体。好的，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如果喜欢的话，记得订阅一下，让我们更快达到1万个订阅。这里是电子大小事，我们下次再见。